师傅只是带徒儿见一下世面，却一不小心拿了个冠军。没有见过他这也是第一次出来比赛。哦，漂亮！这个小女孩的一跳，直接让她成为了王者。而现场的观众群非常热情，都是为了看张家齐、陈芋汐。在2020年的跳水比赛中，女子阵容相当震撼，获得奥运冠军的任曦，世界冠军的张家齐，全国冠军陈芋汐。多少人盯着3位的比赛，却出现一位小姑娘，她只想争取好的排名，从而能够多拿奖金给母亲看病。她的出现并没引起关注，也没有人知道名字。在候场等待的她，却显得格外的局促不安，相比其他的选手，显得格格不入。但这也并没有影响心态。比赛开始，第一个登场的是世界冠军张家齐，一眼就注意到肩膀的伤，成功背后身上都会带伤，是荣耀又是辛苦付出的痕迹。一个向前翻3周半躯体，最终拿下81的高分。不错，刚上场就是王炸，为比赛打了一个好彩头。解说员也及时做出了肯定，随后便到旁边休息。接着上场的就是奥运冠军任曦，在对于空中翻滚与下落时，不管是对角度还是力度，控制的都非常出彩。第一跳成功获得了78分，紧接着就是陈芋汐出场，曾被媒体称为跳水的天才，用了1年的时间就拿到全国跳水大赛冠军，而这背后的辛苦，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到。同样获得了78分的成绩，3位冠军比赛的跳水一直是大家关注的运动员，第一跳都展现出各自的实力。而接下来就是全红婵，以107B 的动作开启自己大型比赛跳水，再登上跑台到落水，一套非常干净利索的动作，像是一根细小的针掉进了大海里。解说员脱口而出赞美，现场观众的掌声无疑是一种热烈的鼓励。虽然是第一次登台首秀现场，但是一点也不怯场，而这接近完美的动作，最后评分裁判给出了76.5分。第一轮便也接近尾声，张家齐以81分名列第一，陈芋汐与任曦紧跟第2、第3，全红婵排名在第4。紧跟着就是第2轮跳水比赛，全红婵挑战 407C 动作，难度系数为 3.2， 而这一跳让现场观众惊艳，解说员也不可思议夸赞，全红婵此刻就像一匹黑马腾空出现，但并没有拿到最高分，最后以89.6分结束第2场比赛。紧跟着上场的是张家齐，同样的动作难度，顶住压力奋身一跳。也不错，顶住了压力啊！在完美落水后，裁判直接给出91.2的高分，目前为止是全场最高分。接下来跳水的是任曦，却出现了小失误。有一点着急了，还是遗憾最后评分只有41.6。紧跟其后的是天才跳水陈芋汐，身上的压力非常的大，在入水时垂直度有些偏差，最终只拿到了83.2分。第2场比赛也进入尾声，紧接着排名出现在大众眼前，第一就是张家齐，全红婵直接反超拿到第2，陈芋汐排名第3。第3轮的比赛是所有人关注的狙击赛，207动作曾吓退过运动员，曾被誉为无数跳水运动员噩梦，难度也是跳水比赛最高，10米向后翻腾3周半抱膝，不仅需要爆发力，还需要凭感觉，只要有一点的偏差失误，都会出现炸鱼的场景。首先是登场的张家齐，在跳时就发生了重大失误，水面炸起的水花直接影响到了本身的动作，最终只拿到了56.1分。紧跟着就是陈芋汐，同样也出现失误，解说员在看到后也感觉到非常的可惜。全红婵在看到前辈连连失误，心里不免也会有担心。在登上跑台后，准备自己比赛的最后一跳，张开双臂一个流利的动作，完美的进入到水里，就像是一个灵活的鱼儿一样。这一跳大家见识到水花消失术，解说员连连夸赞，裁判也挑不出任何毛病，最终给出了94.05的超高分。而这一轮比赛结束，全红婵彻底黑化成一匹黑马，成功逆袭拿到第1名，与第2名相差25分的成绩。而陈芋汐则排名在第3，张家齐因为失误落后到第5。比赛来到了第4场，全红婵先上场，选择难度系数 3.2 的 6243D， 而这一跳依旧稳重发挥，成功拿到86.4分。张家齐紧跟其后进行跳水，顶着压力选择与全红婵一样的动作，而这一跳成功逆转僵局，接近完美的动作落水，拿到了最高分 94.4。 而这个时候参赛的选手不仅要凭技术与实力，还要调整心理素质。接着出场的陈芋汐不甘示弱，拿出冠军的实力，最终拿到了 94.05 的高分。第4局的比赛排名，全红婵依旧稳居第1名，陈芋汐紧跟其后，张家齐来到了第3名。正常的比赛来到了紧张时刻，前3名的排名非常接近，只要能够稳定发挥，就可以拿到本场的冠军。第一个登场是全红婵，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跳，难度系数 3.2 的 5253B 动作，从跳起再到落入水中的那一刻，丝毫没有出现任何失误。漂亮，确实很
漂亮，这下应该冠军到手啊，没有任何悬念。最后拿到91.2的高分，全红婵一脸关注其他运动员，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夺冠，也没有胜利的喜悦。年纪还是比较小啊，上来之后并没有说得到冠军那种兴奋。随后张家齐紧跟跳水，凭着经验稳定发挥，最后拿到86.4分。陈芋汐作为最后出场，压力也是非常的大，却在落水时出现失误，最终拿到了76.8分。本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已经进行了收尾，全红婵反超2位大佬，直接超出30分，拿到了比赛获得冠军。在参赛选手出现失误时，依旧能够保持稳重发挥。初次参加全国比赛的全红婵，抗住压力战胜世界冠军，站在了最高的领奖台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而全红婵还只是一个13岁少女，据了解，小时候7岁练习跳水，11岁就进入了省跳水队，13岁便入选了国家队。而这些并不足说些什么，让人震惊的是，就在1个月之前，她才学会整套的动作，从一个无人不知的黄毛丫头，只用了一个比赛证明自己，而背后所付出的汗水，恐怕连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。在之后接受采访，谈到有什么梦想时，她的回答让人感到温暖又心疼。我妈妈生病了嘛，然后就很想赚钱，我去给她治病。在被问到想去哪里玩时，回答让人泪目。没钱，我连游乐园没去过，动物园我也没去过，放假只能回家又没去别的地方玩，就只能在家里。她是一位跳水冠军没错，但同时也是一个善良的小姑娘，不仅能吃苦耐劳，还怀有爱心。在被国家选入后，依旧能够不忘初心，在面对训练比同批更加刻苦，一个动作不到位就会回家练习20次，光卷腹这一项训练1天就要练1000次。在14岁参加完东京奥运后，勇敢地表达了心里的愿望。大家以为是要去旅游环游世界等，不料她却只想要去个水上乐园。那以前去个水上要滑梯那种，滑钻上去，咻滑下去。之后也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想给妈妈治病，想开小卖部，想去游乐园，想去动物园。出身在广东贫困家庭的小姑娘，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梦想。现如今的全红婵已经成为了世界冠军。一路走来的艰辛比爬山还累，跌入谷底还痛苦，但依旧刻苦努力超越自我。